萨瓦迪卡，ทุกคนวันนี้จะไปไหนครับ大家好，我现在是人在曼谷了，然后因为今天要跟一个台妹出去逛街吃饭，所以我现在坐着她的车，然后前往我们要去的地方。但是呢，我还是想讲一下，因为在帕塔亚那边啊，如果今天大家想要带那个所谓的 freelancer， 就是路边的妹啊回去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防卫意识要有啦。怎么讲呢？因为在那个地方，在这种圈子啊，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奇怪的人啊。我这样讲，你们听得懂就好了。那你们出来玩啊，尤其是单兵的，尤其是新手啊，第一次想要做这种事情的时候，我相信那种感觉，我非常了解，一定是既兴奋又害怕，又想要跃跃欲试的感觉。对不对？那但是还是要懂得保护自己啊。讲白一点，你今天在路上找这些，像在街上啊、海滩路啊，甚至在夜店下班，或者是在这些按摩店、狗狗吧下班，在路上堵的那些女生啊，你都不知道她在哪里上班的。那种自由接案的，或是在交友软体上面找的，这些都属于很像是自由职业者，就是 freelancer 嘛。那很多人会觉得哇，好像找 freelancer 很好，不用给那个出场费。不用给 bar fine， 然后直接面对面，好像自己赚到一样。哦，我现在在跟那个台妹吃那个腌大腹，是一种龟条，一种面条，在台湾应该比较像怎么讲，粉条还是 B 台吧那一种吧？哎，不是 B 台吧，它是扁的。突然想不起河粉，宽河粉，对，宽河粉，对。然后呢，还配了一份的炸饼跟炸肉丸。其实蛮好喝的，蛮好吃的。那个还有那个洛神花茶，每次来都会叫一样的，看起来就很好吃。因为这是他介绍给我吃的，我吃一次就上瘾了。然后呢，各位如果没有吃过的话，其实也可以试着去吃。它的汤就是粉红色的，其实很好喝哦。各位可以有机会去吃。如果有认识太妹的话，他们一定知道这个东西啊。好啦，再来是刚刚讲到省下8 fine， 对不对？然后。如果说像你们一开始时候遇到那些妹啊，就是讲价钱嘛，那讲价钱是很重要的，就是你们最好就是在外面回饭店之前就把价钱讲好，不管你今天在哪边认识的，上车前回饭店前就讲好数字、次数、时间，讲好，然后呢，这样总比你做到一半，然后在那边杀价或者事后在那边。诸葛说：“哦，他哪里服务不好？其实你根本不用奢望他的服务啊，因为这不是在店里面嘛，没有人有那个责任去负责，他一定要服务的非常到位嘛。就算你今天在按摩店，也不见得会遇到一个服务很好的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讲好那个金额价钱之后，就不用在事后找什么借口扣钱了，不用为了几百块啊、1000块啊跟那边的女人吵架，真的很无言啊，就摸摸鼻子就好了，真的。就算你是第一次，我相信第一次的人应该都会摸摸鼻子就算了，就真的这样做就好，因为真的没有什么钱没了再赚就好了，真的不要去跟人家起冲突啊，尤其在别人的地盘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他等一下打电话有多少人会跑过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在进饭店的时候呢，通常大部分的饭店都会跟你讲，在 check in 的时候跟你讲，如果你有朋友要上来的话，未满20岁是不能上来的。其实他们很常遇到这种状况，所以他会特别跟你讲这个政策。那如果满20岁的话，基本上他会要你把那个他的 ID 证件给他们做留底。对，我觉得这样是当做一个保护自己的方法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 freelancer 是哪里人，也许。他是个 lady boy， 你不知道，然后他拿证件出来的时候，刚好被你瞄到是一个男性，那不就是第一道防线帮你把关的吗？那如果今天发生问题的话，其实也可以找饭店的保全、饭店经理来做核实啊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总比到最后报警都来得简单一点，这样子。那有些不愿意给身份证，会给你塞那一下那种啊。你要么就老天保佑，要么你就果断一点，让他下车，拜拜不用送这样，因为真的是要有20岁。最好，因为他们成年人是20岁，所以20岁以下、18、19岁的女生，如果你今天跟她发生关系了，那你就保佑一下吧，这样懂意思吧？基本上应该不太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是要有问题也可以有问题，就这样。那进了房间呢，你的东西当然要收好啊。其实，在出门前你应该就收好了。如果你今天没有带什么贵重物品的话，你就不用想这个，你就直接把一些现金啊、手表、手机啊都收好。
然后呢，像洗澡的时候，通常都是你先洗的，因为有些妹子会讲说，哦，你今天先去洗澡吧之类的。那你可以不用把门关起来，有些门饭店门是那种滑轨门，你就把它打开着，然后房间的门上链条锁。那我觉得这样，万一真的发生什么事，他趁你在洗澡的时候去搬你东西，然后跑出去，都可以减低他出去的速度嘛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要讲这样让吓各位，就是说，万一真的遇到的话，我觉得这种事情基本上都是在保护自己啊。毕竟是到人家国家，你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是怎么样，尤其你找的是外面的人，不是店家的人，而且这个又是你第一次找的人，所以我觉得做一个心安，多一层保护，都对自己是好的。真的不是那个钱的问题，就是安全真的很重要。然后，如果今天真的发生问题的话，女方如果跟你说要叫警察，那你就先通知饭店保全或经理上来，先做一个和事佬，中间帮你先协调一下，不用去找到警察。我觉得这样处理方式是比较好的。那再来另外一个场景，就是说他可能会想要一些借口。比如说他看手机说他家的水牛摔倒了之类的，然后要回去救他之类的，有的没有一堆，然后跟你还是要全部的钱啊。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，只是说你今天是怎么样的去处理才是重点。我觉得都是息事宁人，或是不要把事情闹大，或是就是比较和平一点。你千万不要对他大声小叫，因为有些美亚真的是情绪也会有问题的，说真的，而且泰国人的自尊心也蛮强的，你越激动越大声，他们那个反扑的那个能力啊，反扑的那个动机啊就越强啊，所以我觉得就当做摸摸鼻子吧，对，找到不对了你就算了，明天再找一个就好了，懂吗？还有啊，就是你们在找妹的时候，你们当下的判断力啊，比如说你喝醉了。你喝了烂醉，失去理智，然后你连自己讲的价格不清楚，都忘记了，然后最后东西都不见了，都有可能发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基本上，为什么我昨天的影片讲说，为什么那边都在点可乐？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件好事，你自己不会醉嘛，你很清醒的控制自己在讲什么、想什么，那你给多少钱你都记得嘛。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，你可以让妹醉一点没关系，让她比较放得开跟你玩，带回去也比较嗨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自己还是要保持清醒，少喝一点。而且我觉得他们的酒是 CP 值是很高啊，去夜店玩那个酒钱真的很便宜。但是他们的酒，我觉得也没有说到，怎么讲，一分钱一分货嘛，对不对？我是很少喝那边的酒啊，因为喝了可能会隔天会宿醉会头痛，我也没喝过那么多的在那边。我跟妹又走到夜市，因为我们肚子饿。这里是阿寿跟娜娜站之间的那个夜市。SW1 夜市不大，但是它有的东西都还不错吃，价格还 OK 啦，我不能说便宜，在这个区块怎么可能会便宜到哪里去？但是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。那如果今天在 Terminal 21没有想要吃的东西，可以过来，它就在斜对面而已，大概走5分钟到10分钟内就看得到这个夜市了。然后我们就这样逛着逛着，因为这个梅亚她很少在。怎么讲？这个区块逛街，他们都会比较喜欢去辉煌那边去买衣服啊，吃小吃啊比较多。所以这个夜市他还是第一次来，我其实蛮惊讶的。不过这夜市也算新的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几年才开的吧？看起来像这块地以后要盖成大楼一样，然后先把它弄来做一些夜市，跟台湾很像这样。然后这个夜市它有放音乐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不想跑太远的话，这个小小夜市应该也可以满足你逛夜市的感觉吧。好啦，刚刚讲到说，如果你今天出来找 freelancer 啊，还有啊，记得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啊。为什么叫 freelancer 呢？因为他们有些店里面他们不让他进去，在那边上班，可能是自己的想法，或者是说自己的时间配合不了。或者是本身的身体状况有问题，过不了一些安全检查，这样明白意思吗？那你在想要尝试那种刺激的情况下，拜托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。
真的，尤其是 freelancer， 尤其你不知道他是男是女，是 lady boy， 对不对？就算你今天是从店里面省的出场费、省的巴费带出来的，都也要做好安全措施啊。说真的，有些妹啊真的是很年轻啊，然后他们在这一方面比较没有那种安全意识啊，就是健康教育比较没有学的那么的深入啊。那我讲到这边，应该很多老司机都明白我在讲什么。那所以，如果你今天还是新手啊，干嘛的？我觉得，还是不要精虫充脑，冲得太过头，失去理智了。该注意的还是要该注意，该保护自己还是要好好保护自己啊。今天玩不开心，明天再玩一个就好了嘛。好啦，大概就是讲到这里啦，拜啦。